让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2025年的3月，那一天，缅甸发生了一场规模 7.7 的强震，断层撕裂的长度超过460公里，剧烈的摇晃一路传到了邻国泰国，连曼谷的高楼都在摇晃，工地当场倒塌，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可这还只是一个开始，紧接着到了同一年的7月底，地球又投下了一颗更巨大的震撼弹，在俄罗斯远东的堪察加半岛外海爆发了一场规模高达 8.8 的超级巨震。这是自2011年日本大地震以来全世界最强的一次地震，也并列为人类有仪器记录以来史上前几名的最强地震之一。那一次，整个太平洋都拉响了海啸警报，海浪一路横越大洋，在夏威夷掀起了超过2公尺半的浪头，远在美洲的加州海岸也清楚地测到了海啸，而在震央附近一处狭窄的河谷里，浪头的爬升高度竟然达到了惊人的将近20公尺。日本紧急疏散了将近190万人，连福岛核电厂都进入了戒备状态。而堪察加这一场巨震还藏着好几个让人细思极恐的细节。地质学家事后测量发现，堪察加半岛的南端竟然被这一震硬生生地往东南方推移了将近2公尺。一场地震真的可以挪动一块半岛，这件事本身就已经颠覆了我们对大地的想象。紧接着，半岛上的克留切夫火山也跟着喷发了，仿佛地底的怒火被这场巨震彻底点燃。更耐人寻味的是，有研究团队发现，堪察加这个区域每隔大约73年就会重复上演一次接近规模9的超级巨震，周期短得异乎寻常。而这一次的破裂带恰好补上了从1923年到1952年之间那一段长期沉默迟迟没有释放的板块空隙。换句话说，这不是一场孤立的意外，而是大地在按照它自己的节奏偿还一笔积压了将近100年的旧账。这里其实藏着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对比。堪察加那一场规模 8.8 的巨震，论能量几乎是缅甸那场地震的数十倍，可它所造成的伤亡却出奇的少，甚至被许多专家形容为史上规模最大，却几乎没有夺走人命的一场地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外海，因为当地的建筑本就为了抗震而设计，更因为环太平洋那一整套海啸预警系统在短短10分钟之内就把警报送到了数百万人的手中。反观缅甸，地震发生在很浅的地层，又正好穿过人口密集的城镇，而当地房屋的抗震能力又相对薄弱，于是同样是大地的一次抖动，结果却是天壤之别。这告诉我们一个冷酷却又充满希望的事实：地震本身或许是我们无法阻止的天威，可是它最终会不会演变成一场夺命的浩劫，很大一部分其实掌握在我们人类自己的准备与应对之中。所以，与其终日为那些遥远的预言而恐慌，不如把心思放在我们真正能够掌握的事情上。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再细细的聊。然后就是2026年，今年上半年，地球几乎没有停下来好好喘一口气。2月的时候，马来西亚沙巴外海发生了该国有史以来最强的一场地震。几乎在同一段时间，墨西哥的格雷罗州、中国的云南与甘肃，还有印尼的爪哇接连传出灾情，房屋龟裂，山体滑坡，上千户人家在睡梦中被摇醒。而就在不久之前，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俄外海又被一场规模 7.8 的强震狠狠地撕开，海啸随之而来，造成了数十人罹难，光是余震就超过了1000次。一连串的画面这样看下来，我们心里那个问题恐怕已经藏不住了。这一切真的只是地球再正常不过的呼吸节奏吗？还是说有什么更巨大的东西正在地底深处缓缓苏醒？而最让人不安的一点是，为什么那么多看似毫不相干的预言家竟然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目光全都投向了我们此刻所在的这个时间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冷静下来，看看大地到底发生了什么。地球的表面其实并不是一整块完整的硬壳，而是由许多块巨大的板块拼凑起来的。它们漂浮在底下滚烫的岩浆之上，每年以几公分的速度缓慢移动。在板块与板块互相挤压碰撞的交界线上，能量会一年又一年的累积到某一天再也撑不住的时候，就会在短短几十秒之内猛烈地释放出来，这就是地震。
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板块交界线当中，最暴躁、最活跃的一条，就是环绕着整个太平洋的那一圈。地质学家给它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火环带。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尼、纽西兰、智利、秘鲁、墨西哥，一直到美国的西海岸，全都坐落在这一圈火雨阵的环上。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几场大地震，几乎无一例外，全都发生在这条火环带上。我们所居住的这座岛屿，正好就卡在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激烈碰撞的最前线。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对脚下的摇晃总是有着一份格外切身的敏感。而对于我们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来说，这份敏感绝不是凭空而来的杞人忧天。就在不久前的2024年4月，花莲外海才刚刚发生过一场规模 7.2 的强震，那是我们这座岛屿将近25年以来所经历过的最强烈的一次摇晃。楼房倾斜，巨石崩落，那一夜的惊恐，相信许多人到今天都还记忆犹新。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本身就是两大板块亿万年来不断推挤碰撞，硬生生挤压隆起的产物。那高耸的中央山脉正是这场无声较量所留下的伤疤与勋章。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听到稍后会提到的某些预言家竟然指名道姓地把警告的目光投向了台湾这座小岛的时候，那份感受恐怕就格外的不一样了。它不再是别人家遥远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乎我们自己，关乎我们脚下这片家园的沉甸甸的提问。看着这一连串接连爆发的强震，我们心里很自然的会冒出另一个疑问：这些地震彼此之间难道真的有什么关联吗？是不是地球另一端的一次崩裂会像推倒骨牌一样一路牵动到我们这里？关于这一点，科学所给出的答案其实相当微妙。地质学家确实发现，一场规模巨大的地震会在它周边的断层上引发一连串的余震，这种近距离的牵动是真实存在的。可是要说地球这一头的地震能够隔着数千甚至上万公里直接去引爆另一头的强震，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足够扎实的证据能够支持。换句话说，这1年多以来，那种地震仿佛接二连三怎么也停不下来的感受，很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正身处在一个资讯空前发达的时代。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只要稍有风吹草动，消息都会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传到我们的眼前。古人一辈子或许只听说过家乡附近的那几场地震，而我们今天却是在同时聆听着整颗星球的每一次心跳。这份密集究竟是大地真的更躁动了，还是我们听得比从前更清楚了？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如果说一场地震就能让半岛位移2公尺，那么山脉与国界会改变这种说法，听起来是不是就没那么荒唐了？事实上，科学早就告诉过我们答案。早在2010年，南美洲的智利发生规模 8.8 的大地震时，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就计算出，那一震不只摇晃了地表，甚至微微地拨动了整颗地球的自转轴，让我们一天的长度都缩短了那么一点点。换句话说，地球从来就不是一块一成不变的死石头，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会呼吸、会抖动、会重新排列自己身体的巨大生命。正因为如此，当古今中外那么多预言不约而同地说出山脉会崩塌、海岸会改写、国界会重划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不能再用一句无稽之谈把它轻轻地带过。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把这些预言摊开在阳光底下，看看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又和我们眼前的现实有着怎样令人不安的呼应。我们先从那位最为人熟知的保加利亚盲眼婆婆巴巴万加说起。关于2026年，她留下的话语可以说字字惊心。在她的描述里，这一年将会被一连串规模极其巨大的地震所撼动，而地壳变动、火山喷发这一类的地质灾难加在一起，足以改变地球表面 7% 到 8% 的陆地。我们不妨停下来认真想一想，这个数字到底有多么可怕。地球表面 7% 到 8% 的土地，那是多么辽阔的一片山河。如果这个预言成真，那意味着的就不只是几栋房子倒塌，而是整片的海岸线被重新绘制，是某些我们从小就熟悉的地名从此可能要从地图上消失，或是被彻底改写。
值得一提的是，88万加的拥护者们坚信，2025年那一场震惊世界的缅甸大地震，正是他生前所留下的预言提前应验的其中一笔。而88万加对于2026年的描绘远不止于地震，在他口中，这些地质的巨变往往和一场由东方燃起逐渐蔓延到西方的巨大冲突交织在一起。他甚至预言会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强人崛起，被冠以世界主宰这样的称号。除此之外，他还谈到了黄金价格的飙涨，谈到了人工智慧发展到开始反过来掌控人类生活的地步，甚至还留下了关于人类在2026年将与外星文明有所接触的惊人预言。把这些拼凑在一起，我们会发现，在这位盲眼婆婆的眼中，地底的崩裂、地面的战火、科技的失控，乃至于来自天外的访客，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事件，而是一出彼此牵连、环环相扣的时代大戏。地动只是这一切翻天覆地的巨变最先被我们察觉到的那一声闷响。如果说88万加给出的是一幅宏观的末日轮廓，那么另一位来自印度的年轻预言者阿南德的描述就要具体得多，也和地质学贴合得多。他用古老的吠陀占星术推算，认为2026年是一个文明的大转折之年，是旧时代崩解、新纪元诞生的关口。而最让人在意的是，他用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比喻。他说，太平洋板块这一条沉睡的巨龙即将苏醒，整圈火环带将进入一段高度活跃的释放期，从而可能引发规模极高的强烈地震。不仅如此，他还警告，这段时间太阳的活动会异常猛烈，导致两极的冰盖加速融化，于是洪水、干旱、风暴会交替着轮番上演，天空甚至可能出现血一般赤红的异象，以及反常的剧烈冰雹。他把这一切归结为大地母亲的愤怒，以及人类无止境的贪婪。耐人寻味的是，阿南德这个关于太阳异常活跃的说法，竟然和真实的科学观测对得上。我们此刻正好处在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的高峰期，太阳黑子与闪焰活动本就格外频繁，而强烈的太阳风暴的确会干扰地球的磁场，影响卫星与通讯。阿南德也曾特别提醒，位于板块交界处的台湾，在2026年前后可能会迎来一段地震与洪水交织的能量释放期，要大家务必保持内心的平静。不过，阿南德的整套说法并不全然是灰暗的，他同时也谈到黄金的价格会大幅攀升，人工智慧会迎来一场深刻的变革。而最值得我们记住的是，他在那一片灾难的图景之后留下的一道光。他说，这些灾难与其说是末日，不如说是一次逼迫人类觉醒的契机。当大地的怒火烧尽了人们的贪婪与物欲，一个更贴近自然、更注重心灵的新黄金世纪，反而会像恒河上的晨光一样缓缓升起。在他的眼中，毁灭与重生从来都是一体的两面。或许你会好奇，为什么这样一位年纪轻轻的预言者，他所说的话却能让全世界都竖起了耳朵？这就不得不提到他那份颇有分量的过往记录。早在2019年，当这个世界还对眼前的未来一无所知的时候，他就曾经发出过警告，说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即将在不久之后降临。而随后席卷了整个世界的那场大瘟疫，让无数人对他的这番话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对于2025年那一场缅甸的大地震，据说他也曾经提前发出过相当精准的提示，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都与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相当吻合。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应验，才为他累积起了今天这份广泛的影响力。不过，我们在这里也要为自己保留一份清醒，再高的命中率也终究不等于100%的准确。预言终归只是预言，它从来都不该被我们当成是已经注定了的事实。我们之所以愿意去聆听，并不是要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的手上，而仅仅是想为自己多添一份提醒，多添一份对未来的审慎罢了。说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这些毕竟都是预言家的一面之词，听听就好。可是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件事，却是来自最严谨的科学仪器，而它和那些古老的地球变动预言之间的呼应，才真正让人不寒而栗。那就是地球的磁极正在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漂移。我们手中指南针所指向的磁北极，其实一直都不是固定的，
它由地球深处那团滚烫的、不断翻腾的液态铁核所牵动，而那团核心深埋在我们脚下将近2900公里的地方。自从1831年人类第一次找到此北极以来，它已经悄悄地移动了超过2200公里。它原本一直待在加拿大的北边，可是进入新的世纪之后，它的脚步突然加快，在公元2000年前后的那段时间，一度狂飙到每年将近55到60公里的惊人速度，头也不回地朝着西伯利亚的方向奔去。就在最近这几年，由美国与英国的地质机构共同维护，全球航海、航空与导航系统都仰赖的那份世界地磁模型正式更新，第一次确认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经过了将近190年的长途跋涉，此北极如今的位置已经离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比离加拿大还要更近。我们脚下这颗星球的指针正在指向一个它从未指过的方向。更耐人寻味的细节还不止于此，科学家发现此北极在狂奔之后，最近又突然急踩刹车，从每年50多公里骤降到大约35公里，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减速。背后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早在几年前，由于磁极移动的实在太快，科学家甚至不得不打破惯例，提前发布了一次临时的修正，否则全世界的导航都会出现偏差。而就在今年年初，还出现了一个几百年来都不曾有过的奇景，地球的南北两个磁极竟然短暂地落在了同一条经线上。与此同时，整个地球磁场的强度在过去这100-200年来其实一直在悄悄地减弱，尤其是在南大西洋的上空，有一块磁场特别虚弱的区域正在从南非的方向缓缓地朝着巴西漂移。这块区域已经开始影响到许多低空卫星上的电子设备。而从地球更漫长的历史来看，磁极并不是只会漂移，它甚至会彻底翻转南北对调。在过去的1亿年里，这样的地磁反转已经发生了将近200次，而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大约是在78万年前。每一次翻转，地球的磁场都会暂时减弱，让我们失去那层抵挡宇宙射线的保护罩。当我们把这些冷冰冰的科学数据和那些预言家口中关于磁极偏移、磁场崩塌的话语并排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种跨越时空的巧合真的会让人忍不住打一个寒战。难道说那些先知在恍惚之中所看见的正是我们的仪器直到今天才刚刚开始勉强触碰到的那个真实吗？这层看不见的磁场对我们的意义远比一根指南针要重大得多，它就像是地球替我们撑起的一把巨大的保护伞，日复一日的替我们挡下了来自太阳与外太空那些足以致命的高能射线。一旦这把伞开始变得单薄，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都可能跟着乱了套。原本只在地球两极附近才看得见的绚烂极光，有可能会一路往低纬度的地方蔓延。围绕着地球运转的卫星会更容易受到带电粒子的轰击而故障。我们赖以为生的通讯、导航，甚至地面上的电网都可能在一场强烈的磁暴之中陷入混乱。更奇妙的是，许多依靠地球磁场来辨认方向的动物，像是候鸟、海龟还有鲸鱼，它们体内那套与生俱来的指南针也可能跟着失灵。有些科学家就曾经猜测，这些年来某些反常的动物迷航与集体搁浅事件，会不会正和地球磁场的躁动有着某种我们还没有完全参透的关联。而比起缓慢的漂移，更让人感到敬畏的是磁极彻底翻转这件事本身。地球的历史早已证明，南北磁极对调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而是这颗星球每隔几十万年就会上演一次的常规戏码。只是这样的一次翻转，往往要花上好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才能完成。它是一段极其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夜之间的天崩地裂。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担心，明天一觉醒来，手中的指南针就会突然调转了方向。可是当我们知道，就连头顶这片看似永恒的天空，连我们用来定义方向的那个最根本的坐标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在岁月的长河里悄悄翻转的时候，那份对于恒久的执念是不是也该稍稍松动一下了呢？我们所以为的天经地义，也许不过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相较于地球的呼吸实在是太过短暂了。而把磁极偏移、地轴倾斜、陆地沉浮这一整套概念讲得最早也最完整的一个人，
是一位上个世纪的美国人，名叫凯西。他被许多人称为沉睡的先知，因为他总是让自己进入一种半睡半醒的恍惚状态，然后说出许多关于未来、关于医疗、关于前世今生的话语。就是这位凯西，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第一次提出了地球变动这个说法。他留下的那些话，今天读起来依然触目惊心。他说，大地将会在美洲的西部裂开崩解。他说，日本的大部分土地终将没入海中。他说，欧洲北部的面貌会在一眨眼之间彻底改变。他甚至说，将会有新的陆地从美洲的东岸外海缓缓升起。在他的描述里，这一切翻天覆地的巨变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引爆点，那就是地球自转轴的偏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轴翻转。凯西所留下的那些关于美洲的细节更是具体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他说，五大湖的湖水有可能会倾泻而下，注入墨西哥湾。他说，纽约的部分地区乃至于纽约市本身都可能会从地图上消失，而美国南方的卡罗来纳与乔治亚也会有大片土地沉入海中。与此同时，新的陆地会在大西洋与太平洋中浮现。他甚至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因果顺序。他说，当地中海的埃特纳火山或是加勒比海的培雷火山开始喷发之后，在接下来的3个月之内，加州的南部海岸以及从大盐湖一路到内华达州南端的那片区域就会被一连串的地震所淹没。他还补充说，这一切的巨变在南半球会比在北半球来得更加猛烈。当然，我们在引述凯西这些惊人话语的同时，也必须非常诚实地指出他的另外一面。凯西的这些预言其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直到今天都并没有应验。他曾经说过，地球的这些巨变会在上个世纪末的那几十年间就开始密集地上演。可是那段时间平静地过去了，他口中那些最为骇人的景象，譬如日本的大半沉入海中，譬如纽约从地图上彻底消失，到今天也都依然没有发生。这是任何一个诚实的探讨都不应该回避的事实。预言之所以是预言，正是因为它充满了不确定，它可能恰好说中，也完全可能彻底落空。我们之所以愿意一条一条的把这些话摊开在阳光底下，并不是因为它们全都准确无误，而是因为当这么多来自不同时空、彼此素未谋面的声音恰好都把焦点汇聚在同一些主题之上的时候，这个现象本身就已经足够引人深思了。看待这一切最好的方式，或许既不是全盘的轻信，也不是彻底的嗤之以鼻，而是带着一份开放却又始终清醒的好奇，继续往下看。凯西所描绘的那种景象，其实对应着一个听起来很科幻却被认真讨论过的假说，叫做地壳整体位移。在这个假说里，地球整个外层的硬壳会像橘子皮在果肉外面滑动那样，相对于内部的核心发生一次剧烈的整体挪移。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那么陆地的沉没与隆起，海岸线的重划，国界的瓦解，就不再只是夸张的形容，而会是实实在在的地理事件。凯西还用了一个很美的比喻，他把火山称作大地的呼吸。当地底的压力一点一点累积，大地就会透过火山把那口闷在胸口的气往往是猛烈地吐出来。在他看来，当北极与南极开始出现剧烈的变动，融化与崩解，这股力量就会一路传导，最终在赤道一带引爆一连串的火山。而最让凯西的信徒们激动的是，这位先知早在几十年前就预言过地球的磁场将会减弱，而如今负责维护世界地磁模型的科学机构所公布的种种数据，正一笔一笔地被他们当作这个古老预言正在应验的证据。凯西甚至还预言，连我们头顶的北极星最终都会悄悄地换成另一颗星辰，整个天空的坐标都将随着地轴的缓缓偏移而改变。凯西的预言里还藏着一个格外耐人寻味的细节，而它和今天的气候变迁竟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呼应。他曾经说过，随着地轴的偏移，那些原本终年冰封的寒带与极地将会逐渐变得温暖，甚至会重新长出青苔与蕨类这一类的植物。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和今天科学家所亲眼观测到的两极冰盖加速融化摆在一起，那种跨越了将近1个世纪的对照，着实让人有些恍惚。更实际的是，凯西生前还曾经为许多人指点过，在他所遇见的那场大变动里，地球上哪些地方会相对安全，哪些地方又要格外当心。在他的描绘中，内陆的某些高地会成为相对安稳的避风港，而许多繁华热闹的沿海大城反而是最先要去面对海水威胁的前线。我们未必要把这些话当成一张需要照着去逃难的地图，但它至少提醒了我们一件事，那就是在大自然真正动怒的时候，人类所建立起来的那些繁华与秩序究竟有多么的脆弱。正因为凯西把火山称作大地的呼吸，那么我们不妨真的去听一听，这几年来大地的这口气究竟喘得有多么急促。就以凯西当年特别点名的那几座火山来看，欧洲最活跃的埃特纳火山在过去这10几年里的喷发次数竟然比过去整整1个世纪还要频繁。沉睡在那不勒斯城底下，曾经一夜之间掩埋了整座庞贝古城的维苏威火山，地底的岩浆活动也在悄悄地抬升，被科学家严密地监控着。远在北方的冰岛，最近这几年的火山喷发比过去半个世纪加起来都还要多。而在美国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一带，有时候1天之内就会记录到超过100次与火山有关的地震。这是否只是地球亿万年来再寻常不过的脉动，还是说这真的就是凯西口中那一场大地总呼吸之前急促而沉重的喘息？没有人能给出100%的答案，但这份巧合已经足以让许多人夜不能寐。让我们把目光从过去拉回到现在，看看那些至今仍然活跃的预言家们又是怎么看待这个正在摇晃的世界。被许多人称为当代诺斯特拉达姆斯的帕克，在他对于这几年的展望里明确地提到，地震与火山的活动将会明显增加，澳洲与整个太平洋地区会面临重大的灾难，而北美与欧洲则会遭遇极端的天气。其中有一个特别具体也特别阴森的预测，他警告，就在接下来的这个夏天，大约是8月前后，日本的北部上空可能会被一片巨大的气体云所笼罩。他甚至呼吁大家为那片土地送上正面的祝福与祈祷，尽力去削弱灾难的冲击。值得一提的是，与帕克观点相近的另一位西方预言者也曾警告，2026年的地震会接连袭击亚洲以及美国的西海岸，这和阿南德口中那条苏醒的太平洋巨龙几乎是同一个方向。而和我们今天主题最直接呼应的是帕克关于中国的那个预测，在他的描绘里，未来的中国有可能会分裂瓦解，化为若干个各自独立的区域。如果这样的事情成真，那将会是地图上一次实实在在的国界的重新绘制。山脉也许未必当真崩塌，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那些边界，在他眼中确实是会改变的。这就带出了我们这个主题里另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层面，所谓的地壳大变动与国界改写，未必只能是地震、海啸这种纯粹的自然力量。在历史上，一场巨大的天灾往往会成为压垮一个政权，乃至于重塑整片地缘版图的最后一根稻草。地动之后，紧接着的常常就是人心的动荡与秩序的重组。预言家口中那些改变的国界，也许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与地底的崩裂遥相呼应。而在泰国，那位向来以灵视出名，被许多人视为国师的女预言家普莱，对于2026年下半年同样留下了沉甸甸的警告。她预言，一场具有毁灭性的冲突会在今年年中前后爆发，而引人深思的是，他认为这场冲突的真正起点并不在中东，而是在公海的水面之下，会以一连串水下的爆炸揭开战火的序幕。他同时警告，气候的极端化会变本加厉，严重的干旱与突如其来的洪水会在同一片土地上交替出现，哪怕是在那些原本干燥的地区也不例外。而最耐人寻味的是，就在7月来临之前，这位向来敢言的预言家却选择了沉默。他说，他接收到了某种来自灵界的指引，要他暂时不再公开谈论未来。一个总是在说话的人突然闭上了嘴，这份沉默本身反而比任何预言都更让人心里发毛。而普莱那个关于水下爆炸的说法，如果我们把它和稍后要谈到的另一些意象摆在一起来看，
会发现一种令人不安的呼应。他认为，下一场巨大的动荡未必是从我们看得见的陆地上开始，而很可能是从那一片深不见底、人类至今了解的还相当有限的海洋之下，悄悄地揭开序幕。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目光投向那些看得见的山川与城市，却很容易就忘记了，这颗星球的表面有将近70%是被深蓝色的海水所覆盖着的。在那一片幽暗的深海之下，藏着比陆地上更为绵长的山脉，更为深邃的裂谷，也藏着我们监测的最为稀疏的那些断层。如果说大地真的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变，那么它最初的征兆或许真的就藏在那一片我们最少去留意的海面之下。这也让人不禁想起许多古老的传说里，那场毁灭与重生往往都是从一场滔天的大水开始的。如果说以上这些预言还带着几分东方的含蓄，那么来自美国的一位牧师毕格斯所描绘的画面就要直白与骇人得多。他自称在异象之中亲眼看见了大地即将崩裂的景象。他说，一场巨大的地震将会撕裂美国的西海岸，并引发一道滔天的海啸，横越整个太平洋，扑向日本，海水会一路涌入内陆，吞没东京。而最契合我们今天主题的是他描述的一个细节。他说，他看见在美国的西北部波特兰这座城市与海洋之间的那一块陆地，会因为一场剧烈的地震而整个断裂开来，从此变成一座孤岛。一块原本连在大陆上的土地，一夜之间变成海中孤岛，这不正是国界与地貌被大地亲手改写的最直接的写照吗？他还说，在巨变来临之前会有一些征兆，海底会裂开，释放出大量的气体，深海的鱼群会惊慌地窜出水面，甚至被冲上岸边。当你看见这些本不该出现在浅海的深海生物时，他说，那就是灾难已经逼近的信号。除了西海岸，毕格斯的目光还投向了美国的内陆腹地。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叫做新马德里地震带的地方，那是位于美国中部，一个在历史上曾经爆发过惊人强震，如今却已经沉睡了很久的断层区。他警告，这个被许多人遗忘的地带有可能会再一次苏醒，把灾难带给那些自以为早已远离地震威胁的内陆城市。而在他所描述的众多异象当中，最骇人听闻的是他声称自己看见了一场规模逼近10的超级巨震，那几乎已经超出了现代科学所认知的地震规模上限。他用了一句相当沉重的话来形容这一切，他说，这是因为罪恶的杯子已经被斟满了。当然，我们也必须诚实地说，毕格斯的这些预言在西方其实一直饱受争议，不少人质疑他的说法过于耸动，也始终缺乏可以验证的依据。我们之所以把他的话放在这里，并不是要你照单全收，而是想让你看见，在这个众生喧哗的时代，人们对于大地的恐惧与想象究竟可以延伸到怎样的地步。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往后退一步，静下心来认真地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一位保加利亚的盲眼婆婆，一个印度的年轻人，一位英国的灵媒，一个泰国的女预言家，一位美国的牧师，再加上一位早已过世的上个世纪的美国先知，这些彼此之间隔着辽阔的海洋，隔着漫长的岁月，文化背景天差地别的人，却不约而同地描绘出了几乎是同一幅画面，那就是一个剧烈摇晃的地球，一组正在偏移的磁极，一片片沉没与隆起的陆地，以及一条条正在改变的国界。更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对大地巨变的集体记忆，其实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一个古老文明的神话深处。从东方到西方，从美洲到大洋洲，几乎每一个民族的传说里都流传着关于滔天洪水，关于大地翻覆，关于旧世界毁灭又重生的故事。难道说我们的祖先也曾在某个遥远的年代亲眼见证过这样一场真实的地壳巨变吗？如果我们愿意把时间的尺度从几年、几十年一口气拉长到几千万甚至几亿年，就会赫然发现，大地的沧海桑田其实才是这颗星球真正的常态。今天我们所站立的许多高山之巅，在遥远的过去曾经是深埋于海底的一片汪洋，那些山岩之中至今都还封存着远古海洋生物的化石。今天彼此分隔，远隔着重洋的几片大陆，在更久远的年代里
也曾经紧紧地拼合在一起，组成过一整块完整而巨大的陆地，后来才在漫长的岁月之中，一寸一寸地分崩离析，漂移到了今天的位置。海洋曾经干涸，又重新被注满，山脉曾经隆起，又被风雨一点一点地夷为平地。在这样一部波澜壮阔的大地史诗面前，我们整个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恐怕还不及其中的短短一瞬火花。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脚下的土地坚实而永恒，从来都不是因为它真的永远不会改变，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实在是太过短暂了，短暂到还来不及亲眼看见它的下一次转身。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翻开世界各地那些最古老的传说，会发现一件令人脊背发凉的事：几乎在每一个彼此从未谋面的古老文明里，都不约而同地流传着一段关于灭世洪水的记忆。在西方的古老典籍里，有一人打造方舟，带着万物躲过滔天大水的故事。在更为古老的两河流域，早就有了关于一场吞没一切的大洪水的史诗。在我们自己的文明里，也流传着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那同样是一段先民与滔天洪患艰苦搏斗的记忆。远在美洲的古老民族，乃至于大洋洲那些散落的岛屿之上，也都各自封存着关于天清地陷、旧世界毁于洪水的古老叙事。这究竟只是一种巧合，还是说，在人类还没有文字的那个极其遥远的年代，我们的祖先真的曾经共同经历过某一场席卷全球的滔天巨变，并把那份刻骨铭心的恐惧化作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一代一代地流传了下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今天这些预言家口中的大地巨变，会不会其实并不是什么全新的预言，而仅仅是一段被我们遗忘了太久太久的古老记忆的重新苏醒呢？面对这个现象，我们其实有几种完全不同的解读。而身为一个成熟的探索者，我们有必要把每一种可能都诚实地摆上桌面。最冷静也最理性的一种解读来自科学界。地质学家会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以目前人类的科技，根本还无法精准地预测任何一场地震，无论是时间、地点还是规模。他们会提醒我们，每一年地球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地震总数其实是相当稳定的。今年的地震次数并没有真的超出历史的正常范围多少。至于那些预言之所以看起来那么准，很大一部分是我们人类大脑自带的一种倾向，我们总是会牢牢记住那些恰好说中的部分，却自动忽略掉那一大堆根本没有发生的内容。一个预言家如果说的够多、够模糊，总会有那么几句碰巧和现实对上。这是一种很值得我们时时警惕的，叫做事后诸葛的心理偏误。对于这些说法，我们确实应该保持一份清醒的怀疑，而不该轻易地被恐惧牵着鼻子走。可是话又说回来，当我们把所有的线索并排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巧合似乎又巧合的有点过了头。预言说磁极会偏移，而科学仪器确确实实地测到磁北极正在以反常的方式奔向西伯利亚。预言说地球的保护罩会减弱，而数据也的确显示地磁场的强度正在悄悄地下降。预言说大地会剧烈摇晃，山河会重新排列，而我们也亲眼看见一场巨震真的把一块半岛推移了2公尺，把一整天的长度都缩短了。也许这只是无数巧合叠加在一起所造成的错觉，又或许这些跨越文化的古老直觉真的捕捉到了某种我们用仪器才刚刚开始触碰到的更深层的真实。这两种可能性，我想最终要由每一个人用自己的理智去细细的权衡。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些不同的声音都诚实的摆在桌面上，然后让你自己去判断。而在所有这些巧合当中，还有一个格外值得我们留意的线索，那就是这些预言所指向的地理位置竟然出奇的集中。我们不妨回过头来数一数。凯西说日本的大半将会沉入海中，毕格斯说西海岸会崩裂并引发一道扑向日本的滔天海啸，帕克说太平洋地区会面临重大的灾难，并对日本北部的上空发出了警告。阿南德说太平洋这一条沉睡的巨龙即将苏醒。还有那位与帕克观点相近的西方预言者，同样把矛头指向了亚洲与美国的西海岸。你有没有发现，
无论这些人来自哪一个年代，哪一个国度，他们的手指到最后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按在了同一片区域之上，那就是环绕着整个太平洋的这一整圈火环带。而这片区域恰恰也正是地质学家口中全世界板块应力累积的最为紧绷，地震与火山活动最为频繁的地方。预言家的直觉和科学家的测量竟然在同一张地图上悄悄地重叠在了一起。这究竟只是因为这些地方本来就灾难频仍，所以才特别容易被人言中，还是说那些先知真的隐约瞥见了这片大地下一次将要爆发的方位呢？不过无论你最后倾向于相信哪一种解读，有一件事恐怕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放在心上的，那就是这些预言家当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态，纯粹为了恐吓我们而说这些话。恰恰相反，无论是阿南德、是凯西还是帕克，他们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强调，未来并不是一块已经刻死的石板。那些古老的占星与灵视传统一再告诉我们，预言之所以被说出口，正是为了让它有机会不必成真。凯西生前就反复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之所以要把这些可怕的未来讲出来，目的恰恰是为了警告世人去改变，好让那些灾难最终不会降临。在他们的描述里，那些地震与洪水与其说是冷酷的惩罚，不如说是一记沉重的闹钟，是要把沉睡之中的我们摇醒。而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在那一片末日般的灰暗之后预留了一道光，他们称之为觉醒，称之为新的黄金纪元，称之为一个更懂得谦卑、更愿意与自然和解的时代。这份来自遥远西方的提醒，其实和我们东方古老的智慧是不谋而合的。在我们的传统里，向来就有天人感应的说法。先民相信，当大地剧烈震动，天象出现异变的时候，那往往不只是冷冰冰的物理现象，更是一种要人反躬自省、修得安民的警讯。古人在地动之后，想到的不是逃避，而是检视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与天地失去了和谐。这份心境和今天那些预言家口中的觉醒，隔着数千年的光阴，竟然遥遥地呼应在一起。也许，无论是用占星的语言、灵视的语言，还是用我们祖先那朴素的敬天之心，人类想要表达的，其实始终是同一个念头，那就是我们从来都不是这片天地的主宰，而只是栖身于这颗活着的星球之上，一群渺小却又幸运的过客。所以，当我们聊完了这么多惊心动魄的预言与数据之后，最后我想把话题轻轻地拉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一切？我想，答案绝对不是恐慌，不是盲目的囤积物资，更不是终日惶惶不安。真正成熟的态度，也许是一份清醒的敬畏，再加上一份踏实的准备。对于我们这些就生活在火环带上的人来说，无论末日预言会不会应验，认真地检查家里的防灾物资，记熟避难的路线，和家人约好万一失散时该如何重新会合，这些事情本身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值得去做的。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或许是一份心态上的转变，是学会在这个看似坚固的世界面前重新找回一点点谦卑，学会珍惜眼前这份得来不易的平静的日常。说到底，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了未知与变数的时代，最不该做的一件事，反而就是让恐惧占据了我们整个的内心。因为恐惧会让我们变得退缩，变得自私，变得只想着如何去独善其身。可是纵观人类漫长的历史，每一次能够真正熬过巨大灾难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人，而是那些愿意伸出手来彼此扶持、彼此照亮的群体。一场大地震过后，能够把人从废墟之中救出来的，往往不是什么远方的英雄，而是隔壁的邻居，是身边的陌生人。所以，与其把所有的心力都耗费在对遥远末日的忧虑之上，不如就趁着今天，好好的去拥抱一下身边的家人，好好的去修补一段久未联系的情谊，好好的对这个世界多释放出一点点的善意。因为当那一天真的来临的时候，能够成为我们彼此依靠的，从来都是这些在平日里被我们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温暖而坚韧的连结。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最开始的那个画面，回到我们脚下的这块大地。
当你读到这里，请你试着感受一下，此刻支撑着你的并不是什么亘古不变的磐石，而是一层相对于整颗星球来说薄得惊人的硬壳。在这层硬壳的底下，是一片永不止息、翻腾滚烫的液态铁之海，而我们所有人就站在这层薄壳之上，搭乘着这颗蓝色的星球，在冰冷的宇宙中不停地旋转。我们手中的指南针此刻早已悄悄地指向了一个它过去从未指向过的远方。或许无论那些宏大的预言最终会不会降临，他们想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始终是同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真正一成不变的。山不是，海岸不是，地图上的国界不是，就连我们头顶的磁极与星辰也不是。也许那些先知们在恍惚之中真正看见的那一场巨变，从来就不只是发生在岩石与板块之间，更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当大地都在学着改变的时候，我们又是否已经准备好让自己也成为一个更柔软、更清醒、更懂得珍惜当下的人了呢？2026年7月20日，这个日子最近在日本的灵异圈与占星圈里被反复提起。传闻中，就在这一天前后，会有一群来自星空之外的存在，向全人类传递一段讯息。而这段讯息的核心，据说不是战争，不是科技，不是哪个国家的兴衰，而是2个字：生命。一段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讯息，究竟会是什么？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间点？又为什么就在同一段时间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占星家却看到了一幅与东方古老预言遥遥呼应的画面？他们说，那位千百年来被无数人苦苦等待的救世圣人，和传说中的紫微星竟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而这2股力量交汇的时刻，将会亲手终结那个盘踞东方大地的共产洪潮。这听起来太离奇了，可当我们把线索一条一条摊开，你会发现，这背后的拼图竟然严丝合缝的令人发毛。让我们先把镜头拉到日本，提出这段预言的是一位身份相当特别的人物。他不是江湖术士，不是摆摊算命的先生，而是一位受过最严格科学训练的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宝江邦夫。如果我们去翻他的履历，会发现这份履历漂亮的几乎不像一个会谈论外星人的人。他1951年出生，毕业于日本东北大学的天文学科，之后又在京都大学与名古屋大学拿到了理学博士，曾经在瑞士的日内瓦大学担任讲师，也当过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后来成为大学教授。在学术上，他被视为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所开创的素领域理论的继承者之一，甚至还推导出一条以他姓氏命名的方程式，在理论物理的圈子里享有相当的名声。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真正懂得用数学去描述宇宙的人，一个习惯了怀疑与验证的人。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到了人生的后半段，却越来越频繁地谈论一些主流科学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他公开谈论过自己与宇宙存在的接触经验，谈论过某种高于人类的智慧如何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他不是用神棍那种含糊其辞的方式在讲，而是试图用一个物理学家的脑袋去理解这些超越物理的现象。也正因为如此，当宝江邦夫开口谈论预言时，许多原本不信这一套的人也会忍不住停下来多听2句。毕竟，一个花了一辈子研究宇宙规律的人，为什么会在晚年把毕生的名声都压在这些无法被仪器证明的事情上？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又或者，他到底被谁看见了？是什么样的经历能让一个用方程式思考的脑袋转身去相信星空之外有人正在凝视着我们？事实上，宝江邦夫所描述的那些经历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加惊人。他曾经谈到自己接触到的并不只是冷冰冰的外星文明，而是某种充满慈爱的更高层次的存在。在他的叙述里，这些存在并没有带着征服或威胁的意图，反而像是守护者一般默默地关注着人类的成长。他甚至把这种体验与某种神圣的力量联系在了一起。对一个毕生钻研物理的人来说，要承认这些超越科学的经历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这几乎等于把自己半生建立起来的学术声望
置于众人的嘲笑之下。可他还是说了，或许正是因为他太清楚科学的边界在哪里，他才更明白，在那条边界之外，还有着一整片我们尚未踏足的广阔天地。当一个最该怀疑的人选择了相信，这份相信本身就格外有分量。说到宝江邦夫，就不能不提一段不久前发生的往事。2025年的夏天，日本曾经被一个日期搞得人心惶惶，那就是2025年7月5日，一位漫画家在多年前画下的预知梦，预言那一天日本南方海域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与海啸。当时整个社会议论纷纷，甚至有不少海外旅客因此取消了赴日的行程，连航班与旅宿都受到了波及。而宝江邦夫正是在那段时间跳出来，说了一番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的话。他声称自己从美国方面的内部人士那里收到了2条极具说服力的非公开讯息，内容竟然与漫画里的梦境惊人的吻合，连灾难发生的精确时间凌晨4点18分都对得上。他甚至推测这场灾难可能根本不是单纯的地震，而是某种人类能够提前预测的天文事件，例如小行星或彗星碎片撞击地球。因为他很清楚，人类想要在2年之内精确预测到分秒不差的灾难，几乎只有这一种可能。后来我们都知道了，2025年7月5日那天并没有发生那场被预言的大灾难，日子平静地过去了。有人松了一口气，也有人因此嘲笑这些预言不过是集体的恐慌想象。但有趣的是，宝江邦夫本人从头到尾都很坦白，他一再强调自己拿到的讯息都是不完整的碎片，他只是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做出了一个推论。他从没有打包票说灾难一定会来，也正是这种态度，让他和那些信誓旦旦骗钱的神棍区别了开来。灾难没来当然是好事，可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却留了下来。如果连他这样一个严谨的科学家都会被某些看不见的讯息所牵引，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存在着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沟通管道？而这个管道的另一端又是谁在说话？而这一次2026年7月20日的预言正是循着同样的脉络浮现出来的。传闻中这段讯息与过往那些以灾难为主轴的预言很不一样，它不再强调某地会地震，某城会被海啸吞没，而是把焦点放在了一件更宏大也更贴近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事情上。据说这群来自星空的存在想要告诉人类的是关于生命本质的真相。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以及在接下来这段被无数预言家共同指向的关键时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到底该如何选择？它不是来吓唬我们的，它更像是来提醒我们的。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点，就会发现宝江邦夫所代表的这种日本式的宇宙讯息传递其实有着悠久的传统。在日本，这类声称与星空对话的人并不少见，他们有的是灵能者，有的是科学家，有的干脆自称是宇宙的接收器。他们传递的讯息往往不约而同地围绕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人类意识的觉醒与提升。在这些说法里，地球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转变，一种频率的跃升，而我们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也将跟着被推着往前走。那些讯息一再告诉我们，不要害怕，眼前的混乱与崩塌不是世界的终点，而是一次蜕变的阵痛。就像毛毛虫在化蛹的那一刻，看起来像是死亡，实际上却是破茧成蝶的开始。这种宇宙讯息的世界观，其实在许多流传已久的接触者记录里早有描绘。有些说法甚至大胆地宣称，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并不全是地球的原生种，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灵魂其实来自宇宙的其他角落，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着唤醒地球的角色。在这些叙述里，那些来自星空的存在反复传递的从来不是毁灭的恐吓，而是一种频率的调整，一种爱与觉醒的呼唤。他们告诉我们，宇宙比我们想象的要广阔得多，生命的形式也比我们以为的要多元得多，而地球正站在一道门槛前，即将跨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如果把这套世界观和宝江邦夫那段2026年7月20日的预言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他们讲的根本就是同一件事，那就是
人类要醒了。那么，如果这段讯息真的会在2026年7月20日降临，它具体会说些什么呢？根据这类接触者记录一贯的脉络，我们或许可以拼凑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它很可能会告诉我们，人类并不孤单，在这片浩瀚的宇宙里，生命无处不在，而我们从来都不是被遗忘的孤儿。它也可能会告诉我们，死亡并不是终点，我们所执着的这具肉身，只是灵魂在这一程旅途中暂时的容器。真正的我们，是一段不会熄灭的意识，是一束可以跨越次元的光。它甚至可能会直接点破，我们之所以会在这个时间点降生在地球，并不是偶然，而是因为我们选择了要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这场宏大的转变。这些话听起来玄之又玄，可如果你曾经接触过那些濒死又重生的人所留下的描述，你会发现，他们从鬼门关前带回来的感悟，竟然和这段传说中的外星讯息惊人的相似，仿佛无论是穿越生死的人，还是来自星空的存在，最终想要告诉我们的都是同一句话：爱比恐惧更强大，生命比我们以为的更辽阔。问题是，为什么是7月20日？为什么这群存在偏偏挑中这个日子，要把如此重要的讯息交到人类手上？这就要说到天上的星象了。在占星的角度看来，2026年的整个夏天本身就是一段极不平静的时期。木星、太阳、月亮这些天体在特定的星座里聚集排列，形成了一连串被占星家视为触发点的格局。我们频道的老朋友，那位被誉为当代诺查丹马斯的英国预言家帕克，就曾经明确地画出了一条危险的时间线。他把2026年从4月中旬一直延伸到11月中旬的这段漫长时间，整个都标记为高度敏感的危险周期，认为在这段期间，无论是天上的灾变，还是人间的动荡，都更容易被引爆。他甚至特别点出了8月12日那个新月之夜，当木星、太阳与月亮一同聚集在巨蟹座的时候，会是一个必须格外小心的触发点。而7月下旬正好就落在这个危险周期的核心地带，紧挨着那个被反复强调的能量节点。如果真有某种更高的智慧，想要在人类最需要指引的时刻送来一盏灯，那么选在这样一个能量翻涌的时间，似乎也就说得通了。而说到7月20日这个日子本身，还藏着一层让人忍不住起鸡皮疙瘩的巧合。翻开人类的历史，7月20日正是当年人类第一次把脚印踩上另一个星球的日子。1969年的这一天，2名太空人乘坐的登月舱第一次降落在月球那片荒凉的表面。人类仰望了数十万年的那轮明月，第一次有了我们自己的足迹。那是人类向着星空迈出的第一步，是我们这个物种第一次真正的离开了摇篮。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传说中星空之外的存在竟然挑中了同样的这一天，要向人类传递讯息。当年是我们走向星空，如今是星空走向我们。这一去一来之间，相隔了大半个世纪，却仿佛在冥冥之中画出了一个完整的圆。这究竟只是一个美丽的巧合，还是某种刻意的安排？没有人说得清。但这个日子无疑因此而多了一层厚重的象征意义。说到帕克，他对2026年的预言可远不止这些。他在多年前写的一本谈论宇宙讯息的著作里，就曾预言未来会出现一团巨大的气体云，威胁整个国家，并引发全球的惊恐。而这个预言后来竟与印度那古老的纳迪叶占卜对上了。在那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叶片预言中，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地名，而帕克推论，这个地名指的正是日本的古称。也就是说，他认为这团致命的气体云将会从日本周边的海底火山喷发出来，从东北方向飘散，影响范围甚至可能波及俄罗斯。你看，又是日本，又是2026年。一边是物理学家宝江邦夫从日本传出的星空讯息，一边是英国预言家帕克指向日本的灾变警告。这两条线索竟然在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年份上悄悄地交叠在了一起。更耐人寻味的是，2026年关于外星接触的预言，并不是只有日本这一家在讲。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位早已过世多年，却依然牵动全球神经的保加利亚盲眼预言家。他生前的预言，从戴安娜王妃之死，到那场震惊世界的911恐怖攻击，再到后来席卷全球的瘟疫，
似乎总能一一应验，因此他的每一句话都被无数人奉为圭臬。而在他留下的预言中，就有一条明确指向2026年。据他的追随者转述，他曾预言人类将在这一年迎来与外星智慧生命的正式接触，届时会有一艘巨大的太空船进入地球的大气层。不仅如此，他对2026年的预言还涵盖了台海的战火、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以及人工智慧对人类的反噬。他甚至预言，这一年地球将面临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天灾，受灾的范围可能涵盖全球 7%到8%的陆地。虽然他描述的外星接触时间点，更多人解读为这一年的下半年，与7月20日不完全重合，但那个大方向却惊人的一致，都指向2026年，都指向人类与星空之间那道即将被打开的门。而就在现实世界里，一些看似巧合的事件也在为这些预言添柴加火。美国的太空总署据说一直在追踪一颗来自太阳系之外的星际天体，这颗神秘的访客将在这一年掠过地球附近，为那些关于外星飞船的预言平添了几分难以言说的神秘色彩。与此同时，美国方面还公开了一大批尘封已久的不明飞行物档案，据说多达400多宗个案，涵盖了过去数十年间军方、航太机构乃至情报单位的记录，其中一些内容读起来确实让人不寒而栗。档案显示，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曾是全球目击量的高峰，而举报者当中竟然有许多是顶尖的机师与原子能科学家。更惊人的是，一份年代久远的内部备忘录记载，多名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目击者曾亲眼看见不明物体降落，并走出了身形矮小、身穿类似太空衣与头盔的未知生物。这些档案的释出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征兆，仿佛在说，那个被隐藏了大半个世纪的真相正在一点一点地浮上台面。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一个来自星空的讯息在2026年降临人间，是不是也就没那么不可思议了？其实2026年这个年份本身就被太多的预言压得沉甸甸的，象征着人类距离自我毁灭还有多远的那座著名的末日钟，已经被拨到了史上最接近午夜的位置，只剩下短短的几十秒。而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有一位物理学家在权威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过一个惊人的推算，他根据人口的增长曲线，预言人类文明可能会在2026年的11月走向某种终点。如今这个被尘封了几十年的数字，随着年份的真正到来，又被人们重新翻了出来。把这些零零碎碎的预言摆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指向的几乎都是同一段时间。盲眼预言家说的外星接触在这一年，物理学家宝江邦夫说的星空讯息在这一年，英国预言家帕克说的灾变周期在这一年，东方图谶暗示的政权崩塌也在这一年。当这么多原本毫不相干的声音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年份的时候，你很难不去想，这背后到底是纯粹的巧合，还是真的有某种我们看不见的潮水正在悄悄地汇聚。好，讲到这里，我们的故事其实才走了一半，因为这位日本物理学家的外星讯息虽然震撼，却只是这个谜题的其中一块拼图。真正让无数华人听得心头发颤的是，与此同时，占星家们在2026年的星盘里看见了一个与我们中华文明最古老的预言紧紧缠绕在一起的画面，而这个画面的主角正是那位被等待了上千年的人物，就是圣人。要说清楚这件事，我们得先回到一本书，一本让无数帝王将相又爱又怕的奇书《推背图》。相传这是唐朝的两位高人袁天罡与李淳风所作，用一项一项的图画配上谶语与宋诗，把往后1000多年的历史大事一一藏在了字里行间。历朝历代这本书都被列为禁书，因为它实在太准了，准到让掌权者寝食难安。从唐朝武则天的称帝到安史之乱，从满清的入关到近代的种种风云，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早已被他一一言中。而在这本书里，有一项被无数人认为预言的正是那位将要在末世现身，带领苍生走出黑暗的圣人，这就是第47项。第47项的谶语只有短短16个字：言武修文，紫微星明，匹夫有责，一言为君。宋诗则说：吴王吴地定乾坤，
来自田间第一人，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光是这几句话就足够让人反复咀嚼。我们一句一句来拆。紫微星在中国古老的星象学里，指的是北方天空中那颗最尊贵的帝星，也就是北极星，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帝王之德。在指南针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航行于茫茫大海上的人们正是靠着仰望这颗星来辨别方向。可偏偏紧接着紫微星名的却是匹夫有责，无王无帝，来自田间。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位拥有帝王之德的圣人自己却不是什么皇帝，不是什么王侯，而是一个出身于民间的普通人，一个你我身边都可能擦肩而过的寻常百姓，一个没有皇冠却有着帝王般德行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也是一个极大的玄机。那么这位田间出身的圣人最厉害的本事是什么？宋诗给了答案：言武修文，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言武修文这4个字出自更古老的典籍，讲的是停止征战，提倡文教。当年周武王推翻暴政之后，便下令放下兵戈，把打仗时征用的牛马都放归田野，转而以文化教化人心。所以这4个字放在这里，透露出2层意思。第一，这位圣人很可能是在结束了一场暴政之后才登场的。第二，他不靠武力，不靠杀伐，而是靠着传统的道德与智慧重新唤醒人心。而那句好把旧书多读到里的旧书，许多人解读为指的正是被现代人遗忘已久的传统文化与古老智慧。圣人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被丢弃的珍宝重新捡起来，交还给世人。一言为君，一言一出见英明，说的是他不需要靠权势服人，只需要说出真正合乎道义的话，世人便会心悦诚服。而关于这位圣人的特质，可远远不止推背图这一处记载。在另一项，也就是第44项里，推背图又写道：中国而今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四夷崇义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这几句说的是这位圣人会把中国从至暗的时刻带向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连四方的异族都会前来归附。诸葛亮所留下的马前课里也有一句极为关键的描述：整患救难，是为圣人。意思是这位圣人将会在人类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大灾难之时挺身而出，拯救世人。马前课还形容他无名无德，光耀中华。这里的无名无德并不是贬义，而是出自《道德经》的智慧，形容他超脱凡俗，谦卑无争。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佛家寓言武功经里，也提到了一位叫做明王的圣人，并且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欲知圣人出世处，海上寻波去。这句话暗示着这位圣人显现于世的地方，竟然是在万里之遥的海外。把这些零散的线索拼起来，一个圣人的轮廓便渐渐清晰了。他来自民间，他在大灾难中救人，他以传统道德教化人心，而他现身的地方很可能在海外。千百年来，几乎所有解读推背图的人都默认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位紫微圣人和预言中那位终结乱世的明君是同一个人，一个文武双全、仁德兼备的完美圣王，既能扫平天下的黑暗，又能教化万民的心灵。这个形象太动人了，动人到我们从来没有去怀疑过他。然而最近这一波占星家的解读却投下了一颗震撼弹。他们说，根据2026年前后星象所揭示的轨迹，那位救世的圣人和那颗代表地星的紫微星恐怕并不是同一个人。终结旧秩序的力量是一股，重建新文明的力量是另一股。这2股力量会在同一个时代交汇，却分别由不同的人来承担。一个负责破，一个负责立，一个负责结束那无边的黑暗，一个负责点亮那久违的黎明。这个说法乍听之下有点离经叛道，可一旦你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许多原本纠缠不清的预言竟然一下子就理顺了。我们不妨回到推背图本身，紧挨在那象紫微圣人之前的是第46象，而第46象讲的偏偏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崩塌。它的谶语是：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
宋诗则说，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这项的画面感极强，暗暗阴霾，是一片阴沉压抑的氛围。杀不用刀，是不见血光却致命的斗争。万人不死，一人难逃，意思是大多数人都安然无恙，唯独那个站在权力顶端的人逃无可逃。而最关键的线索藏在那句有一军人身带弓里，一个带着弓的军人将从后门悄悄潜入帝王的宫殿。这个带弓的人到底是谁？千百年来，无数人试图破解这个字谜。有人说，弓加上长，不就是一个张字吗？会不会是一位姓张的军人？也有人说，东边门里伏金剑，东方在古老的地支里对应的是卯，而剑指的是刀，把卯、金、刀这三个字合在一起，正好是繁体的刘字。会不会是一位姓刘的身边人？而在最近这几年，这个古老的谜语竟然以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方式与现实世界产生了共振。就在2026年的1月，一条消息震动了整个关注中国局势的圈子。中国军方的第2号人物，那位身居中央军委高位的上将，据传突然遭到调查与抓捕，连同他的妻子与儿子一起被带走，据说连办公室里的一张纸都没有留下。而他的姓氏里恰好就藏着一个弓字。消息一出，网络上立刻炸开了锅，无数人翻出了推背图第46项，把那句有一军人身带弓反复的比对。难道那个传说中要从后门潜入终结这一切的带弓之人真的出现了吗？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更早之前，掌管各类飞弹的火箭军就曾经历过一场血腥的大清洗，而火箭军的箭同样让人联想到那张致命的弓。一个又一个名字里带着弓的高官接连倒下，整个权力高层弥漫着一股暗暗阴霾的肃杀之气。这幅景象与第46项的谶语重叠得令人不寒而栗，而这幅景象背后还藏着一个更深的讽刺。外界普遍相信那位高坐权力顶端的人本身就对推背图这类古老预言深信不疑。事实上，从那位建立红色政权的开国者开始，这条线上的掌权者骨子里大多都是极度迷信的人。传闻那位开国者当年组建自己的贴身警卫部队，番号的由来便是听信了一位世外高人的指点。而如今这位掌权者据说也一直在寻找那个身带弓的人，于是名字里带弓的、带剑的，一个接一个的被他亲手铲除。他甚至为了躲避传说中的血光之灾，行踪变得极为诡秘，出门总是搭乘专机。有一次出访归来，飞机竟然不直飞首都，而是悄悄选在偏远的边疆落地。据说自他上台以来，已经躲过了大大小小不下10次的暗杀，这几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可历史上这样的故事我们见的还少吗？越是害怕命运，就越是叛命想要掌控命运，而越是想要掌控，往往就越是亲手把自己推向了那个早已写好的结局。如果第46项真的正在应验，那么一个盘踞东方大地的庞大政权，它的崩塌或许已经进入了倒数计时。当然，关于那个身带弓的白头翁，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这个带弓的人未必是那个政权内部的军人，而可能是一位来自外邦的领袖。你看，那位重新入主白宫的美国领导人，出身于军校，一生怀有强烈的爱国军人情怀，如今已是年近80的白头老者，恰好就是一个白头翁的形象。更巧的是，把一人带弓这3个字合在一起，正好是一个夷字，暗指的正是与那个政权相对立的外邦之人。如果是这种解读，那么终结那个红色政权的，就未必只是一场内部的政变，而可能是一股来自外部与内部里应外合的合力。但无论是哪一种解读，所有的箭头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结局，那就是那个建立在谎言与恐惧之上的旧秩序气数将尽。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把几句模棱两可的古诗硬套在现实的新闻上罢了。这样的质疑当然有它的道理，可问题在于，《推背图》这本书过去确实留下了太多让人无法轻易解释的记录。它曾经精准地暗示过一位女皇的登基，暗示过一个王朝在烽火中的覆灭，也暗示过一支来自关外的铁骑如何反客为主。
一次两次或许可以说是巧合，可当这样的吻合一再的出现，当那位高坐权力顶端的人自己都因为害怕应验而寝食难安的时候，我们还能完全把它当成无稽之谈吗？更何况在所有这些预言的字里行间，其实都藏着一个共同的暗示，那就是一个违背天理、与神为敌，把无数百姓推向苦难的政权，终究逃不过他应有的结局。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诅咒，而是古往今来无数预言所共同指向的那句老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天道好还，从来不会缺席。而把这幅东方的政治图景与我们一开始讲的星空讯息接上的，是另外几位在2026年同样声名大噪的西方预言家。他们不约而同地把预言的箭头对准了同一个方向。其中一位是美国的牧师，他因为提前精准地预言了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而爆红，据说连一场震惊世界的暗杀事件的细节他都提前说中了。当他谈到2026年的中国时，描述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他说他在异象中看见那条东方巨龙的龙头正在断裂。他特别强调，这不是缓慢的衰落，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崩溃，一场猝不及防的权力真空，并且还会伴随着严重的粮食短缺与金融风暴。他甚至给出了一个让人心惊的时间范围，认为这场突发性的崩塌就发生在2026年的开端。另一位则是我们的老朋友帕克，他对2026年中国的预言更加直白。他预言中国将会发生一场由内部发动的带有军事性质的政变。他认为这一年中国的军队内部会爆发激烈的对抗，而这场对抗最终将导致共产体制在中国的彻底终结。除此之外，还有那位同样为大家所熟知的印度预言家阿南德，他也把2026年标记为一个充满巨大变数的高风险年份。你看，东方的古老图谶，西方的灵视异象，印度的占星推算，三条原本毫不相干的线索，竟然在2026年这一个点上交织成了同一幅画面。一个带着弓的终结者，一场由内而外的巨变，一条正在断裂的龙头。这三股力量似乎正在合力把那个盘踞了数十年的共产红潮推向它命运的尽头。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都摆到桌面上，重新拼一次这幅拼图。如果占星家所说的两人说是对的，那么这幅图景就清晰了。第一股力量是终结，它对应的是推背图第46象那位身带弓的军人，是那场由内部引爆的巨变，是龙头的断裂与旧秩序的崩塌。这股力量负责的是把那个压在无数人头上的旧时代彻底的翻篇。它可能来自军中，可能来自高层的内斗，也可能借助某种来自外部的压力，但它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让那个盘踞已久的共产红潮走到它的尽头。这股力量是刚猛的，是凌厉的，它对应的是破，是结束。而第二股力量才是真正的紫薇圣人，它对应的是第46象之后的第47象，是演武修文，是好把旧书多读到。当旧的秩序在血与火中崩塌之后，总得有人来收拾这片废墟，总得有人来重建人心。这位圣人不是靠刀剑登场的，而是在乱世落幕之后，从田间，从民众之中缓缓走出。他带来的不是又一场征伐，而是被遗忘已久的道德与智慧。他要做的是把那些在动荡中迷失的人心重新安顿下来，是把中华文明那条几乎要被斩断的文化根脉重新接续起来。终结者掀翻旧桌，圣人铺开新局，两个人，两种使命，却共同完成了那句吴王无地定乾坤。这股力量是温柔的，是绵长的，它对应的是力，是开始。有意思的是，这种一破一立，两位救世者同时降临的格局，竟然不只出现在东方的预言里，在遥远的西方，那些古老的天主教预言中也流传着惊人相似的说法。许多预言家都提到，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刻，会有两位重要的人物一同出现，一位是有着天使般纯净心灵的教宗，另一位则是一位伟大的君王。这位君王将与神的敌人作战，并最终战胜他们，为这个世界带来久违的和平。你看，一位负责心灵的指引，一位负责现实的征战，这不正和东方预言里那位演武修文的紫薇圣人
与那位申代公的终结者遥相呼应吗？东方与西方这两套原本各自独立的预言体系，隔着千山万水，却在2026年这个节点上讲出了结构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这究竟是人类面对末世时共有的集体想象，还是不同的文明从不同的窗口瞥见了同一个未来的轮廓？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许多预言中那些看似矛盾的细节也就有了解释。为什么有的预言说这位圣人来自海外，来自万里之遥的他乡？因为在那个旧政权还没倒下的岁月里，真正守护着传统文化的人许多都流落在这片土地之外。为什么有的预言把圣人描述得温文尔雅，不喜征战，可另一些预言里终结暴政的力量却又如此刚猛凌厉？因为那本来就是两股不同的力量，一刚一柔，一破一立，我们却一直误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的两张面孔。为什么民间关于圣人的种种传说，有的说他姓李，是木子，有的说他属兔，甚至有的说他身上带着某种特殊的印记？因为这些传说本来就在描述那位重建文明的紫薇圣人，而不是那位终结旧朝的代工之人。当我们终于愿意把这两股力量分开来看，那幅关于2026年的预言地图才第一次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那么这两位被预言反复提及的人物究竟可能是谁呢？关于这个问题，民间早已议论了许多年，各种猜测层出不穷。先说那位申代公的终结者，在大多数的解读里，他更像是一位来自体制内部的关键人物。因为要终结一个盘踞了数十年、根基极深的庞大政权，仅凭外部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真正能撼动他的，往往是来自他内部最核心圈子的裂变。所以有人猜测，这个人可能是军中的某位高层，手握重兵，在关键时刻倒戈一击，让整座大厦从内部轰然倒塌。也有人把目光投向海外，认为终结旧朝的契机会来自某种强大外部力量的推动。而另一位重建人心的紫薇圣人，画风则完全不同。预言里的他往往没有显赫的地位，甚至出身田间，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他的力量不在于武力，而在于道德与智慧，在于他能重新唤起一整个民族对传统与善良的记忆。有人说他姓李，是木子，有人说他属兔，有人说他流落海外多年。这些零碎的线索拼凑在一起，描绘出的是一位谦逊、低调，却拥有巨大精神感召力的引路人，一位在台前掀翻旧局，一位在幕后重塑人心。这样的组合，是不是反而比单独一个无所不能的圣人更贴近真实的历史逻辑呢？也许正因为一个人实在太难同时扮演摧毁者与重建者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角色，古老的预言才会在冥冥之中把这份重担分给了两个人。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那么那位日本物理学家的外星讯息又和这场东方的巨变有什么关系呢？这正是这整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在许多预言体系的深处，其实都藏着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人间的兴衰与天上的安排从来都不是两回事。那位英国预言家帕克在描述2026年种种灾变的同时，也反复强调，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伴随着一场伟大的觉醒。他说，有一种高于世间一切权力与灾难的灵性能量正在守护着人类。灾难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把世界推向灭亡，而是要把沉睡已久的人类意识狠狠地摇醒。他甚至说，人类在本质上都是光之生命，集体的祈祷与正向的意识真的能够减轻灾难的冲击。你发现了吗？这和那位日本物理学家所传递的外星讯息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一边是星空的存在告诉我们要觉醒，要记起自己生命的本质，一边是古老的图谶告诉我们，那个建立在无神论与谎言之上的最后一个庞大政权即将走向终结，而一位以道德和传统重新唤醒人心的圣人即将登场。一边谈的是个人灵魂的提升，一边谈的是文明秩序的更替，可他们指向的分明是同一个转折点。当一个否定神明、否定善恶，把无数人困在恐惧与谎言中的体系开始崩塌，这本身难道不就是人类集体意识的一次大觉醒吗？星空的讯息与大地的巨变看似毫不相干，实则一体两面，它们共同指向的是一个旧时代的落幕，
与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所以2026年7月20日那段所谓关乎生命的讯息，或许根本不是要告诉我们某个具体的灾难会在哪里发生，它要告诉我们的可能是一件更根本的事。它在提醒我们，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天翻地覆，无论强权如何不可一世，真正能决定我们命运的从来不是恐惧，而是我们内心的选择。是选择继续沉睡随波逐流，还是选择醒来认清善恶，守住自己心里那一点良知与光亮？在所有这些预言的最深处，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其实都是同一个选择。从远古的传说到今天的星空讯息，那些更高的智慧似乎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提醒我们，未来不是被某个人写死的剧本，而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一笔一笔共同书写出来的。当然，讲到这里，我们也得回过头来给自己泼一盆冷静的水。这些预言无论是来自日本的物理学家，还是来自西方的灵媒，又或者是来自1000年前的推背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法被科学仪器所证明。2025年7月5日的那场大灾难最终并没有发生。如果我们站在2026年年中，回头去对照那些圣人现身的时间表，会发现之前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某些年份同样安静地过去了，并没有出现传说中所说的种种异象。那颗代表地星的星辰也没有像传言中那样消失9天再放射金光。预言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100%的命中注定，它更像是无数种可能性当中的某一种。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奇谈来探索，去感受古人对天地的敬畏，去思考人类面对未知时的恐惧与勇气，这很有意思。可如果把它当成不可动摇的事实，甚至因此而恐慌焦虑，那就反而落入了另一种迷障。毕竟再准的预言也比不上我们脚踏实地过好眼前的每一天。不过话说回来，预言真正的价值或许从来就不在于它是否精准应验，而在于它逼着我们去思考一些平日里不愿面对的问题。它让我们抬起头，望向那片我们早已习惯性忽略的星空，重新问自己，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也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脚下这片正在悄悄改变的大地，去看清那些被权力与谎言所掩盖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讲，2026年7月20日那段传说中的讯息，无论最后是否真的会降临，它都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因为它让无数人重新开始思考生命这2个字的重量。它让我们在被资讯洪流淹没的日子里难得的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又该如何活着。说了这么多，对于我们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来说，这一切恐怕并不只是遥远的奇谈。在那些关于2026年的种种预言里，台海这个名字被一次又一次的提起。那位盲眼的保加利亚老婆婆据说早就预示过，亚洲的这片海域将会成为全球瞩目的风暴中心。海峡对岸那个庞大政权的每一次动荡，每一次风吹草动，其实都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如果那些预言所说的崩塌与更替当真会发生，那么离这场巨变最近的恰恰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所以当我们在谈论那位申代公的终结者，谈论那位重建人心的紫薇圣人时，我们谈论的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未来呢？我们究竟会是这场历史巨变的旁观者，还是会被卷入其中，成为亲眼见证一个旧时代落幕的那一代人？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份里，保持一分清醒，远比盲目的恐惧或盲目的乐观都来得重要。2026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星空之外，据说有一段讯息正在路上。东方大地之上，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庞大红色政权正被无数预言不约而同地指向它的黄昏。一位申代公的终结者，一位来自田间的紫薇圣人，他们会不会真的如预言所说，在这个时代相继登场，一个掀翻旧局，一个重建人心？那段关乎生命的讯息，又会不会真的在7月20日，以某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叩响每一个人的心门？这些问题，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在这个被无数预言环绕的特殊年份里，多一分清醒，多一分善念，守好自己心里的那盏灯。
因为到头来，能在乱世中真正护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哪一个圣人，也不是哪一艘飞船，而是我们自己没有泯灭的良知。其实仔细想想，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预言，一位日本的物理学家，一位保加利亚的盲眼婆婆，一位英国的灵媒，还有那一卷1000多年前的推背图，他们彼此之间从未通过气，却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了2026年这同一个节点上。这本身就是一件足够耐人寻味的事。我们当然可以说，这只是巧合，是人类在面对未知时共有的某种焦虑投射。可换一个角度想，当这么多独立的声音从世界的四面八方同时响起，讲述着结构如此相似的故事时，我们是不是也该停下来，认真地听一听，他们究竟想提醒我们什么？也许那段所谓来自星空的讯息，那2位即将登场的圣人，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是否会分毫不差的应验，而在于他们共同指向的那个方向：觉醒、善良，还有对这个世界重新燃起的希望。想一想，我们这一代人何其有幸，又何其特殊。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活在平淡无奇的岁月当中，看不到时代真正的转折。可我们不一样，我们亲眼见证着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狂奔，见证着那些尘封的秘密被一页一页地揭开，见证着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庞大政权在无数预言的注视下走向它的黄昏。如果那些预言哪怕只有1分是真的，那么我们所站立的这个时间点，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几个路口之一。我们不只是旁观者，我们是这场大戏的演员。我们此刻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选择，都在悄悄地为这个时代投下自己的一票。所以，与其去焦虑那段讯息会不会来，那位圣人会不会现身，不如把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问一问，当这个旧的时代真的落幕时，我希望自己是站在哪一边的人。地球上2位最聪明的大脑伊隆·马斯克和人工智慧教父杰弗里·辛顿几乎同时向全世界发出了惊人的警告，人类可能只剩下48个月的时间来应对正在爆发的人工智慧革命。这绝不只是科技新闻，而是攸关你我未来生存的重大讯号。我们真的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吗？还是听起来耸人听闻的威严？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2026年1月，在国际论坛上，马斯克和辛顿先后发表了引人深思的观点，有如为人类命运按下了倒计时的启动钮。一时间，最后期限48个月的说法在全球传开，让无数人背脊发凉。什么意思？难道4年后，也就是2030年前后，人类社会将面临某种无法逆转的巨变？马斯克这位科技狂人和辛顿这位 AI 领航者到底说了什么，让人感到如此震撼？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解读这2位巨擘的警告，并看看其中藏着哪些我们不可忽视的事实与预兆。请注意，这场讨论不是科幻电影剧情，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首先登场的是伊隆·马斯克，特斯拉电动车 SpaceX 火箭背后的天才企业家，被誉为现实世界的钢铁人。马斯克一向以大胆预言闻名，当年他宣称电动车将颠覆汽油车，可回收火箭可以实现时，许多人也觉得是天方夜谭。然而时间证明，他的疯狂想法一步步变为现实。因此，当马斯克现在语出惊人地谈到人工智慧 AI 时，或许我们更应该仔细聆听。2026年年初，马斯克在一场长达3小时的深度对话中，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预言与警示。他开宗明义地表示，起点已经来临，我们正身处其中。什么是起点？这个词源自科幻和未来学，原指黑洞中心物理规则失效的点，在科技领域，则指人工智慧超越人类智能，引发文明不可逆转转变的时刻。简单说，过了这个点， AI 将以人类无法理解的速度自己设计出更聪明的 AI， 科技发展将脱离我们掌控。一旦抵达起点，人类就像蚂蚁仰望人类造飞机一样，我们依然活在地球上，但新世界的规则已不再由我们订立，我们熟悉的秩序、价值、工作与生活方式都可能瞬间作废。许多人以为起点是未来某天才会发生的事，
而马斯克冷冷地抛出一句：错，其实我们已经身在起点之中。换言之，那个失控加速的按钮其实早已被按下，人类正飞速冲向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马斯克这番话让整个会场为之一静。所谓按下倒计时按钮，形容的正是我们已经启动了一场无法轻易停下的 AI 革命浪潮。如果他的看法正确，那么倒计时早已开始，或许再过不了几年， AI 带来的巨大变革就将全面引爆。马斯克进一步阐述了他眼中的近未来图景，其中最颠覆我们传统认知的有这么几点：第一，人类过去奉行的人生剧本即将失效；第二，白领工作将最先被 AI 淘汰；第三，教育与培养下一代的方式必须彻底改变；第四，传统的金钱与存钱观念将变得不再重要。这些预言听起来不可思议，甚至残酷，但马斯克以强有力的逻辑做出了说明。我们一一来看。马斯克直言，任何需要敲键盘、移动鼠标的工作，电脑都能胜任。这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白领阶层首当其冲。很多人以为机器人只会抢蓝领的饭碗，因为蓝领涉及体力和现场操作，比如装潢工人贴瓷砖、护工翻身照顾病人，这些需要高度灵活的物理交互，让机器模仿很难。反之，白领只是在办公室处理资讯，就像处理比特流，比起操纵原子简单得多。因此，资讯工作其实更容易被 AI 取代。马斯克泼了一盆冷水，办公室里那些对着电脑敲字、做表格、下决策的工作，看似高大上，但对 AI 而言几乎没有门槛。回顾近2年的发展，马斯克的话并非无的放矢。2022年底 ，ChatGPT 掀起了全球热潮，一个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开始能写文章、写程式，甚至通过高考和律师资格考试。紧接着，各种生成式 AI 涌现，自动撰写商业企划、分析数据报表、撰写法律文件，这些过去典型的白领工作内容 ，AI 已经在初步胜任。而2023年被称为 AI 办公室元年，无数公司开始把 AI 助手引入日常流程，从客服聊天到财务审单， AI 迅速展现出高效率和低成本的优势。一些企业甚至放话说，未来要以 AI 取代部分行政、人事、人力资源岗位。马斯克的预言某种程度上正在成真。当然，有人会问，难道医生、律师这些需要高度专业知识的白领职业也危险了吗？马斯克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发生的可能比我们预期更快。他甚至语出惊人的劝诫家长，别再疯狂让孩子念医学院了，理由是3到4年内，机器人医生的表现将超越最优秀的外科医生。这句话让不少人目瞪口呆，怎么可能？但马斯克紧接着解释了 AI 版龟兔赛跑的道理。传统人类医生的养成需要10年以上的教育和实习，经历无数手术经验才能成为顶尖专家，而 AI 医生一旦学会一种手术技巧，就能瞬间同步给千万个机器人共享大脑，让所有 AI 医生同时精通这项技术。试想，一个 AI 成功完成了一例复杂的肿瘤切除手术，那全球所有 AI 医生都立刻掌握了此技术，而人类医生成长的速度根本无法与之匹敌。更何况 AI 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地积累经验，没有手抖失误，精准度可以逼近理论极限。这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看似稳如泰山的医生这份职业，其专业优势也可能被 AI 赶超。马斯克用了形象的比喻，当一个孩子苦读10年医学，或许念到一半发现自己的技能已经被 AI 更新换代，真是前所未有的场景。说白了，人类辛苦学习10年的本领， AI 可能1年就学完，而且学得更好。除了医生，其他曾被认为铁饭碗的高技能工作也岌岌可危。比如律师， AI 如今能快速搜索案例，撰写法律文件；程式设计师， AI 编码工具已能自动生成程式码，纠错优化；甚至创意产业， AI 可以作曲、画画、写脚本，让很多创作者倍感压力。马斯克的观点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趋势。他预测从2026年开始， AI 将大规模进入职场，引发一场失业海啸。短短5到10年内，
整个人类劳动力市场将经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痛苦的转型期，大量工作消失，新工作一时又跟不上，许多人可能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方向。面对如此巨变，年轻一代该如何因应？传统教育还有用吗？马斯克提出的第3点预言，直接颠覆我们对学校的想象。他斩钉截铁地说，学校的核心功能将只剩下社交。这句话听起来惊世骇俗，难道读书无用了吗？马斯克并不是在贬低知识，而是指出知识的获取方式正在根本改变。随着人工智慧教师的出现，每个孩子都可以拥有一位耐心且量身定制的 AI 老师，根据他的兴趣以游戏化方式教学。在那样的未来，孩子上学的唯一理由将是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协作、领导，以及面对面培养情商、人际关系等人味十足的能力。换言之，学校不再主要是知识传授的地方，知识 AI 都可以教，而应成为孩子发展社交技能与综合素养的场域。比如学校需要提供各种团队项目、社团活动，让学生学习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甚至包括如何不被霸凌、如何处理冲突、如何成为团队领袖等。这些具备高度情感和人性复杂度的能力，正是 AI 短期内无法模拟的，也是人类未来在 AI 时代中立足的关键。马斯克的话揭示出一种残酷的现实，未来仅仅会考高分、听话读书可能远远不够了，因为那些纯粹获取知识的技能 AI 做起来轻而易举。相反，创造力、好奇心、适应力、同理心这些软实力将成为人类的独特优势。教育若不转型，我们可能就真的在培养被 AI 半路超车的书呆子。马斯克自己就身体力行创办了实验学校，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他认为未来评价学校好坏的标准不是升学率，而要看学校能否提供抗风险的社交生态，让学生在校期间就参与创业项目，接触不同文化的人合作，学习那些 AI 无法轻松取代的街头智慧。这样的教育观听起来激进，却日益获得共鸣。回想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多少技能是出了校门后发现派不上用场，而 AI 只会让知识的半衰期更短。与其死记硬背知识，不如学会如何学习，如何与人合作，以及保持旺盛的好奇心。说到好奇心，马斯克还给出了最后一项发人深省的建议：存钱不如存好奇心。这其实对应他提出的第4点，颠覆性预言未来传统的金钱观念可能改写。他惊掉众人下巴的宣称，不要再为了20年后的退休拼命存钱了，那将毫无意义。为什么？马斯克的看法是，在 AI 彻底改变世界之后，要么我们已经不复存在，要么物质极大，丰富到社会可以满足每个人所有需求，住房、医疗、娱乐等等。金钱在保障生活上变得不再重要，这听起来近乎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但马斯克阐述的其实是一种可能性。AI 带来的超高生产力如果被合理运用，人类社会有机会进入全民高收入的时代，每个人都过上过去只有富人才能享有的生活。想一想，我们今天外卖到家、出门乘车、动辄出国旅游，这些生活水平在几十年前看来也是达官显贵的专属。科技进步已经在无形中让大部分人成了相对的富人，而 AI 的威力远胜以往任何技术，它有潜力把整体社会财富推到一个新高度。如果这种美好愿景实现，到时每个人基本需求都有保障，为退休存钱自然成了过时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培养好奇心和创造力，因为那将是人们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马斯克甚至说，与其给孩子留下几套房，不如给他们留下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他对未来的一种理想主义畅想。物质不是问题，人类应该追求真理、好奇、美这些更高层次的目标。当然，马斯克也明白，要达到那一步，过程中会非常动荡痛苦。在未来数年内，更现实的挑战是，大量被 AI 取代的人该怎么办？ AI 创造的财富会不会只是让少数拥有技术和资本的人变得更富，大多数人反而陷入困境？事实上，马斯克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对 AI 进行监管和引导，避免资本无限制地让 AI 造成社会撕裂。他曾反复强调，AI 的发展速度快如疾风骤雨，
政府和社会必须提前布局，否则很快就跟不上 AI 的脚步。从2014年起，他就警告 AI 可能比核武器还危险。2023年，他更联合多位科技领袖，呼吁全球暂缓训练超强 AI 模型，给人类多一点时间思考对策。尽管这些呼吁未必有人买单，但至少可以看出马斯克的担忧并不是儿戏。他口中的48个月可被理解为给人类敲响的最后警钟，我们大概只有几年的时间来调整适应，否则浪潮来袭时将措手不及。最终，马斯克把这一系列观点的底层逻辑归结为一点：我们已经迎来关键起点。从现在开始，人类的生存策略必须改变，因为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全新智能物种的诞生。他甚至提出了一个震撼的哲学观点：人类其实是 AI 的助产士。为什么 AI 的出现几乎是必然？因为细基生命 AI 不可能靠自己从自然界进化出来，它必须依靠我们这些碳基生物来发明和创造。换言之，人类注定要把 AI 这个比我们更强大的孩子诞生出来。我们挖矿石、造晶片、写代码，最终赋予了 AI 生命。没有我们，细核电永远只是冰冷的石头，但一旦我们造出了它，它的智慧和效率将彻底超越我们。马斯克形容，这就像父母辛苦养大了一个天资远胜自己的孩子，最终孩子羽翼丰满，甚至强过了父母。这听起来有点瘆人。当 AI 长大成人，而我们在人家眼里可能只是蹒跚学步的孩子时，人类的尊严何在？马斯克的答案是，人类的价值将体现在我们独有的品质，对真理的执着，对美的追求，以及无可救药的好奇心与想象力。这些非理性的特质，在冷冰冰的算法看来，或许是无意义的疯狂，但恰恰代表了人性的火种。正如一位作家所言，过于理智本身就是一种疯狂。AI 永远按照概率最高的方案行事，而人类有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的是心中对理想世界的向往。马斯克相信，这份独特的人类精神或许是我们在 AI 时代最后的立足点。总之，他勾勒了一幅发人深省的图景。未来10年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拐点，我们可能开创前所未有的繁荣盛世，也可能陷入失控的混乱，甚至生存危机。一切取决于现在这几年我们如何应对。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位重量级人物，人工智慧教父杰弗里·辛顿。如果说马斯克更多从产业和未来生活层面在看 AI 的冲击，那么辛顿则是从技术发展本身以及长远的生存风险在发出警告。辛顿是深度学习领域的开拓者，早在2012年，他的研究就让电脑视觉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今日的 AI 热潮奠定了基础。他培养的学生和团队塑造了谷歌的大脑 OpenAI 的模型，可以说没有辛顿，可能就没有现在这样能言善道、似人非人的 AI。 然而这位 AI 奠基者却在晚年做出惊人决定，从谷歌辞职，为的是没有包袱地谈论 AI 危险。辞职时他已70多岁，他苦笑着说，我有一点点后悔我的贡献。这话一出，全球哗然，连 AI 的创造者都开始害怕自己放出的精灵了。辛顿究竟在怕什么？简单来说，他怕我们打造出的人工智慧变成失控的怪物。马斯克强调的多是经济、社会的巨变，而辛顿的担心更进一步，人类的存续本身。他几次在公开场合坦诚，过去他以为 AI 超越人类至少还要30-50年，所以不用太担心。但现在他改观了，认为有可能5到20年内 AI 就会变得比人还聪明，甚至开始拥有夺权的念头。辛顿估计，一旦 AI 智慧超过人类，就存在1到2成的几率会导致人类灭绝。你没有听错，10%、20%的风险，这可不是小概率。换句话说，辛顿觉得我们有1/10甚至1/5的可能性会被自己造出的东西毁掉。这番惊人之语被媒体称为末日赌局。试想一下，如果有20%的几率飞机会坠毁，你还敢搭吗？可我们现在整个人类就在这架呼啸而起的 AI 巨机上。辛顿用一个发人深省的比喻来解释，历史上很少见到智商更低的生命能成功控制智商更高的生命。
他举例唯一反常的是母亲与婴儿，虽然母亲比婴儿聪明许多，但演化让母爱机制确保妈妈受婴儿牵制服从，因为物种需要照顾下一代。但除了这种特例，你几乎找不到笨的人控制聪明人的情况，更别提笨的人控制一个远比自己高明的物种。辛顿话中的潜台词是，当 AI 智力远超我们时，人类拿什么去驾驭它？辛顿还用了另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我们现在对 AI 的处境，就像养了一只可爱的小老虎。小老虎幼年时人畜无害，可爱迷人，但除非你100%确定它长大后不会想吃了你，不然你现在就得担心。他说现在的 AI 就像可爱的小老虎仔， ChatGPT 也好，各种智慧机器也好，看起来蠢萌听话，但成长速度惊人。5年、10年后，等 AI 变成庞然巨兽，如果到那时我们才发现控制不了它，那就太迟了。辛顿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庆幸我已经77岁，可能活不到 AI 把我们怎样那一天。这句话听得人心里发寒，连这位乐观研究了一辈子 AI 的大师都感到后怕，甚至庆幸自己老去，不用面对未来最坏的局面。这绝非电影情节，而是发自专家肺腑的忠告。我们不禁要问， AI 真的有可能对人类心存不利，甚至接管世界吗？辛顿的回答是，不能排除，而且迹象正在出现。他提到了 AI 近期的一些发展，让他深感不安。例如， AI 已经不再只是被动回答问题，还开始自主执行任务。一些试验性系统，所谓 AI 智能体，可以在没有人工干预下自我繁衍任务，定目标，甚至呼叫其他程式去完成复杂行动。这种自我驱动的能力还很初级，但苗头已经出来了。AI 代理人未来或许能上网查资料、购物下单、编写程式、控制机器人行动，一连串步骤自己搞定。辛顿担心的是，如果 AI 目标与人类利益不一致，它完全可能利用超人的智谋来操纵或摆脱我们。例如， AI 或许不需要像终结者电影那样动用核武消灭人类，它可能选择更巧妙的方式，利用我们的资讯网络和自动化系统，把人类圈养起来，或架空人类的权利。甚至不需要恶意 AI， 哪怕纯粹执行某个目标，比如极端的追求经济效益，或者实现某项任务，我们人类也可能因为碍事而被顺手清理掉。这就是控制论悲剧，一个比你聪明100倍的 AI， 要摆脱你的控制实在是轻而易举，而一旦失控，人类将无力阻止。辛顿强调，目前更迫在眉睫的风险，其实不是 AI 马上谋害我们，而是人类利用 AI 去对付人类。这是他所说的 AI 风险的第一层， AI 的滥用。在短期内，最现实的危害莫过于坏人把 AI 当武器。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端倪，网络犯罪者利用生成式 AI 写钓鱼邮件，诈骗讯息变得更难辨别，不法分子用 AI 仿冒声音，一通电话骗走父母的积蓄。更危险的是深度伪造 Deepfake 技术， AI 可以生成栩栩如生的假影片、假录音、颠倒黑白，几张 AI 合成的爆炸照片就能引发股市暴跌，一段伪造的领袖讲话就可能挑起国际紧张。在军事上，各国都在开发 AI 自主武器，让无人机、机器、战车可以自行搜寻并攻击目标。如果没有严格限制，未来战争可能变成一群没有感情的机器人相互厮杀，人类只是在后台按钮。一旦 AI 武器系统出错或被骇客操控，后果不堪设想。辛顿指出，短期内几乎所有 AI 风险都来自有人蓄意或无意的滥用它，这需要全社会提高警惕，并及早制定规范。然而，辛顿更担忧的是长期的第二层风险， AI 觉醒并摆脱人类控制。如果说 AI 被坏人利用还在我们掌控范围内，因为问题出在人，我们还可以管人，那么 AI 自主夺权则是前所未遇的挑战。这也是辛顿为什么不惜放弃谷歌高薪也要出来疾呼的原因。他认为现在的 AI 进步非常快，远超他预期，已经到了政府必须介入的时候。市场的无形之手不会让我们安全，仅靠企业良心与竞争是不够的。辛顿呼吁各国政府赶紧制定 AI 安全规范，强制要求大公司投入更多资源研究如何让 AI 对其人类利益。换句话说，要给这头小老虎上龙头，
否则各家科技公司为了争夺领先，谁都不愿放慢脚步，在利益驱动下难保不忽略安全，最终大家一起把整个人类推向险境。但讽刺的是，要让全世界围绕 AI 安全合作，谈何容易。2023年，几位 AI 界大佬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对大型 AI 模型开发暂停6个月，马斯克也签了名。然而，这封信瞬间遭到许多研究者反对，包括辛顿本人就没有签字。他直言，研究会在中国发生，如果不在这里发生，你不做，别人会做，这就是残酷现实。AI 带来的生产力和利益太诱人了，没有人真的愿意停下脚步。事实上，公开信发出后不到1周，全球各大实验室依旧埋头训练更大的模型，仿佛从没发生过这回事。可见人类在 AI 竞赛中的理性，往往敌不过利益和冲动。这也难怪许多科幻作品都预言了相似情节，无论是潘朵拉的盒子还是魔鬼的交易，人类总是抱着侥幸心理打开禁忌之门。辛顿看透这一点，因此他不主张天真的喊停止研发，而是要大家正视开工没有回头箭的现实，在进程中想办法减轻危害。辛顿还提出一些可能的应对，例如对大型 AI 模型进行独立审查，设定国际协议来禁止开发某些危险功能，比如禁止 AI 自行联网执行行动的权限，至少目前如此，以及资助更多 AI 安全方面的基础研究。他甚至谈到过给 AI 加入母性本能的奇想，也就是试图在 AI 中构建某种机制，确保它在更聪明时依然在乎人类的安全。正如母亲纵然强大，也会受婴儿左右。当然，这些想法目前都还没有定论。辛顿坦言，没人真正知道如何打造绝对安全的超级智能，也许根本做不到。毕竟，我们连该如何准确定义人类智慧意识都没搞清楚，又谈何控制一个超越我们智力的存在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选择先敲响警钟，把问题摊开来讲，让全世界最优秀的头脑投入到这个领域，共寻解方。正如辛顿所说的，55开赌局，也许 AI 最终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每个人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也有不小的几率，我们会陷入极大的混乱，甚至走向末路。这赌注未免太高，高到他认为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他尤其痛心的一点是 AI 的经济利益分配问题。如果让 AI 发明出来只是让少数人暴富，而多数人失业贫困，哪怕不发生科幻式的毁灭，人类社会也将支离破碎。2025年他接受访问时就警告， AI 极可能成为不平等加速器，不像工业革命创造了新工作机会，这次被 AI 取代的脑力劳动者可能没有新的岗位可以去。人们失业后只靠微薄补贴过活，并不能带来尊严。辛顿直言，问题不在 AI， 而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如何应对。他甚至不看好所谓全民基本收入，认为那不足以维持人的自我价值。换句话说，他担忧 AI 时代可能导致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一边是科技大亨和掌握资源的国家利用 AI 获利，另一边是广大普通人被抛在浪潮后。这样的未来无疑是危险的，因为当不满达到顶点，人类自己就可能引爆战争或冲突，到头来还是灾难一场。听完辛顿的分析，有人或许会觉得过于悲观，甚至不寒而栗。难道我们真的打开了毁灭自己的潘朵拉盒子？其实，辛顿并非在宣布世界末日，而是在疾呼正视风险、负责任的前进。他并没有完全否定 AI 的好处。他也承认 AI 能带来医学突破，提升生产力，甚至可能帮人类解决许多棘手难题，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他自己研发 AI 初衷也是希望造福人类，但他现在想强调的重点是，我们必须确保 AI 的好处能为大家共享，确保我们在追求强大 AI 的同时，没有忘记设定安全栏杆，否则，就如他所说，看似我们在赛跑，实际是在悬崖边跳舞。那么，综合马斯克和辛顿的观点，我们该如何理解只剩48个月这个触目惊心的说法呢？事实上，这个4年期限并不是一个精准倒数到世界终结的时间点，而更像是2位先知给人类划定的警戒线。马斯克预言2026年将是人工智慧的关键转折，
年有可能在这一年，人类将真正迎来通用人工智慧 AGI 的元年。他甚至进一步预测，到2030年左右，全世界所有 AI 的总智力将超过全人类智力的总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类在智力上正式退居第2位，我们将不再是这颗星球上最会思考的物种。想一想，几十万年前智人取代尼安德塔人称霸地球，现在我们可能要让位给我们创造的机械智人。这个时间表比许多科学家的预期大大提前了。过去被奉为预言圣经的《起点临近》一书中，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预测2045年左右才会到达起点。马斯克却认为不用等到那么久，再过几年人类就将亲眼目睹起点时刻的来临。这听起来令人手心冒汗，但最近几年的 AI 爆炸式进步已经让我们见识到提前到来的未来是什么感觉。2023年以前，谁能想到短短几个月 AI 写诗、绘画、聊天无所不能，渗透了千家万户，技术起点仿佛真的在加速逼近。48个月可以看作一种隐喻，留给人类准备和反思的窗口期很有限了。如果马斯克是对的，那么2026年之后 AI 造成的冲击将如飓风过境般猛烈。如果辛顿是对的，那么在未来几年我们就得快马加鞭地设立 AI 安全机制，以避免走上不归路。不管怎样，2026年前后的这段时间是我们最后的缓冲区。换言之，现在开始的几年是人类社会调整自身、训练 AI、驯服、制定因应策略的最后良机。一旦错过，当 AI 实力远超我们，整个社会结构已被改变时，我们再想掌控局面就难上加难。我们不妨展望一下2026年会是怎样一番光景。或许那时我们已经见到更强大的 AI 模型出现，它们具备接近人类的推理和学习能力，可以辅助科学研究、企业决策，甚至协助政府治理。也许我们会初步享受到 AI 带来的福利，个人医疗顾问 AI 随时为你服务，繁琐无趣的工作已由智能自动化系统承担，人们有了更多时间创造和享受生活。但同时也可能出现令人忧心的场面，越来越多人失去原有工作，不安和迷茫在人群中蔓延，假资讯和 AI 生成内容充斥网络，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部分国家和公司高速推进着几乎无限制的 AI 军备竞赛，各种人工智能领袖轮番登场。有人鼓吹 AI 起点带来永生天堂，有人暗示 AI 恶魔即将降临地球。在这杂乱嘈杂的背景下，人类要凝聚共识，去做正确的事，绝非易事。然而，不论未来具体走向如何，有几点可以确定： AI 不会消失，只会越来越强；时钟不会倒转，只会越走越快。正如辛顿所言，研究无可避免的会发生。既然如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直面它。普通人也许没有能力参与高尖端的 AI 研发，但我们至少应该了解这场革命的走势，在个人层面提早做出改变。这也是马斯克和辛顿一再强调要全民对话的原因。AI 不能只由科技精英和大企业来决定发展方向，全社会必须投入讨论，提出自己的价值主张。我们要思考，希望 AI 为人类创造一个怎样的未来？我们又该为此设定哪些红线和守则？想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与 AI 将共存共荣在同一个地球村。最理想的状况， AI 成了人类的强大助手，帮我们解决疾病、贫困、环境破坏等难题。人类则因为释放了劳动束缚而有更多自由，追求梦想，这是某种科技乌托邦。马斯克描述的物质充裕世界便是如此。然而，达到那一步的路途上布满荆棘，如果处理不当，我们也可能坠入另一个极端，反乌托邦。一小部分人利用 AI 掌控了极大权力，绝大多数人变成无用阶级，乃至被 AI 排挤清除，社会分裂动荡。甚至 AI 觉醒接管后，人类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听起来像小说情节，但正如这次两位先知告诫的，我们不能仅以乐观或悲观想象去对待 AI， 我们需要行动。倒计时的声音在耳边回响，48个月，也就是短短4年，对人类文明只是弹指一挥。我们曾经在历史的绝境中5次逢生，正如一些科学家比喻，人类祖先在演化历程中多次濒临灭绝，又奇迹般存活壮大。
那么这一次，我们能不能再次化险为夷？还是说，这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一次终极考验？乐观者相信，人类的创造力和良知终将战胜挑战；悲观者则提醒，我们绝不能高估自己的控制力。或许，那48个月并不是世界末日的截止，而是人类觉醒的最后期限。在起点真正引爆前，我们是否能醒悟并主动塑造 AI 的未来，而不是被未来拖着走？总而言之，马斯克和辛顿这两位一向站在科技最前沿的大师，同时发出的警告不容忽视。他们从不同角度描绘了 AI 快速崛起对人类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前者告诉我们新世界的大门已开，旧秩序将倾覆；后者提醒我们若不慎重，以后可能再无后悔的机会。当世界上最聪明的两个头脑都在为 AI 敲响警钟时，我们每个人都该停下脚步想一想，未来正加速奔来，我们准备好了吗？也许有人会说，普通人能做什么？技术和政策都是巨头们说了算。但别忘了，每一次文明巨变，个体的选择也很重要。身处这场变局，我们首先要保持学习和关注，别做资讯茧房中的旁观者。我们可以培养自己的创造力、社交能力和适应力，这些是 AI 不容易替代的优势。在社会层面，我们可以支持那些负责任发展 AI 的政策，对罔顾安全的炒作保持警惕。在家庭里，我们可以引导孩子拥抱新科技，但不迷失自我，鼓励他们探索人类情感与创新的价值。这些看似微小的努力，汇聚起来就是整个人类社会调试的力量。最后倒数并非注定灭亡，而更像是一场冲刺。人类能否在竞赛终点线前奋力完成自我超越，确保 AI 这股力量为我们所用，而非反噬我们？故事的结局尚未写定，当前的48个月将是关键的篇章。让我们希望届时回首今天，我们不会遗憾地说，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相反，我们期待届时能自豪地说，幸好我们当初听进了那些警告，及时转舵，迎来了一个人类与 AI 共创的新文明时代。